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美国，共享经济的兴起带来了便利，但也引发了诸多隐私问题。例如，共享住宿平台 Airbnb 上，有客人和房东报告过他们的隐私被侵犯的事件。一些房客发现房东在房间内安装了隐蔽摄像头，这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这类事件不仅引发了对共享经济平台监管的讨论，也使得用户对使用这类服务产生了疑虑。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成了一个重要话题。Observation 2. 中国的共享单车曾一度因管理不善而陷入混乱，数以百万计的自行车在城市中随意堆放，不仅占用了大量公共空间，还导致了城市美观的严重破坏。此外，大量的废弃单车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政府不得不介入，对共享单车企业实施更严格的规范和管理。这一事件让人们开始反思，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如何有效地解决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影响。Observation 3. 在印度，共享经济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服务，但安全问题频繁发生，尤其是对女性乘客的性侵事件。尽管有许多措施被采取以增强乘客安全，如紧急按钮和实时位置追踪，但这些措施仍未能完全消除危险。这些事件不断提醒人们，在享受共享服务带来的便利时，如何保证自身安全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应该如何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不放弃使用这些便捷的服务呢？ Observation 4. 在巴西，共享经济的发展迅速，尤其是在运输服务领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很多为共享平台工作的司机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缺乏保障的劳动权益。例如，一些为 Uber 等平台工作的司机抱怨他们被视为独立承包商而非员工，因此无法享受到健康保险、退休金等福利。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和法律争议，挑战着传统的劳动法框架。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如何在享受共享经济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Observation 5. 在法国，共享经济尤其是共享住宿和交通服务的兴起，引发了与传统行业的激烈冲突。尤其是巴黎的出租车司机多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 Uber 对他们生意的冲击。同时，酒店业也对 Airbnb 提供的短租服务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些服务逃避了正常的税收和监管。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政策制定，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平衡新旧经济模式的关系，如何在新旧经济模式的碰撞中找到各自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呢？ Observation 6. 俄罗斯在共享经济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但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了相关服务，如共享汽车和短租公寓。然而，这一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以及与独裁政治体制下的政府管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环境中，共享经济平台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市场自由度，同时也面临政府过度干预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普通人应如何利用共享经济创造机会，同时避免政治和监管的风险呢？ Observation 7. 在意大利，共享经济的兴起对传统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旅游和住宿行业。Airbnb 等短租平台的流行，使得许多传统酒店的生意受到了直接的挑战。
传统酒店不得不面对价格竞争和市场份额的流失，一些小型家族酒店甚至因此关门大吉。这种变化引发了关于如何在维护传统行业的同时接纳新兴经济模式的广泛讨论。在这样一个经济转型期，普通人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职业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Observation 8. 在意大利，共享经济的兴起对传统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旅游和住宿行业。Airbnb 等短租平台的流行，使得许多传统酒店的生意受到了直接的挑战。传统酒店不得不面对价格竞争和市场份额的流失，一些小型家族酒店甚至因此关门大吉。这种变化引发了关于如何在维护传统行业的同时接纳新兴经济模式的广泛讨论。在这样一个经济转型期，普通人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职业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Observation 9. 在澳大利亚，共享经济平台如 Uber 和 Deliveroo 的流行，为许多寻求灵活工作时间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这些工作通常不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保护，如稳定的收入、健康保险和退休金等。许多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发现自己处于没有保障的状态，尤其是在面对疾病或事故时。这一现象引起了对共享经济工作性质和劳动法适用性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如何确保在追求工作灵活性的同时，也能享有足够的职业安全和保护View. 在这个要么买房，要么吃火锅的时代，我们的钱包似乎总是在进行一场生存游戏。然而，有了共享经济的概念，这场游戏似乎变得不那么残酷了。想象一下，你不需要买车，只要在手机上点几下，就有车可以开了。你的电钻一年到头可能就用那么一两次，何不把它租给需要的人，顺便赚点小钱？共享经济顾名思义，是一种基于共享个人资源的经济模式，比如汽车、房屋，甚至是你的洗衣机。这种经济模式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互利性，既帮助资源拥有者获得额外收入，又为需要这些资源的人提供便利和经济的选择。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打破了传统拥有和消费的规则？拿最典型的例子来说， Airbnb 和 Uber 这两个名字几乎成了共享经济的代名词。Airbnb 让人们可以将闲置的房间租给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而 Uber 则允许车主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来接送乘客。这不仅仅是关于节省成本，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新。但这种模式并非没有挑战。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会探讨一些国家采用共享经济的背景和原因，以及这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从美国到中国，共享经济都在迅速发展。美国是共享经济的发源地之一，平台如 Uber 和 Airbnb 从这里起步，迅速影响了全球经济。在美国，共享经济的兴起与经济衰退期间人们对成本的敏感和自由职业者数量的增加有密切关系。人们开始寻找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和更高效的资源利用方式。而在中国，共享经济的发展则得益于技术的迅速普及和政府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持。例如，共享单车如摩拜和 OFO 等，让人们的短途出行变得更加便利和经济。不过，随着这些平台的兴起，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资源过度消耗、管理混乱等。共享经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监管和法律上的挑战。例如，如何确保消费者安全，如何处理劳动关系，以及如何公平征税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经济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更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在应对共享经济时，普通人可以如何面对呢？首先，认识到共享经济不仅是一种节省开支的方式，更是一个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例如，你可以通过出租自己的空闲物品或提供自己的服务来增加收入。其次，利用共享经济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提高个人生活的灵活性和效率。最后，
也需要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交易安全问题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总的来说，共享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和经济互动模式，它让共享成为了新的消费趋势。虽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但它也正不断推动我们向着更加高效和可持续的未来前进。在这个基于共享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是小小的生活创新者，用自己的小小力量推动大大的改变。在讨论共享经济的国家实践中，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的共享单车革命。在共享单车大规模推出之前，中国的城市交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公共交通虽然发达，但在高峰期依然拥挤不堪，私家车增多导致的交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日益严重。此外，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也迫使政府和社会各界寻求更绿色、更高效的出行解决方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共享单车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16年，摩拜单车和 OFO 等企业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投放了数以万计的共享单车，利用智能手机和 GPS 技术，实现了随借随还的便捷服务。用户通过手机 App 扫描车上的二维码，即可解锁单车使用，骑行结束后随意在合法区域停放，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最后1公里出行需求。共享单车的推广不仅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还推动了绿色出行的理念，成为城市低碳生活的一部分。此外，这一模式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智能锁制造、移动支付、数据处理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活力。然而，共享单车的爆炸式增长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车辆过度投放导致的城市管理混乱、单车维护不善造成的资源浪费等。这些问题促使政府部门加强对共享经济模式的规范和监管，以求达到健康持续发展的状态。这一过程中，共享经济模式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前行。Analyze. 共享经济 （Sharing Economy） 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模式，已经显著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是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共享不常用的物品和服务，不仅减少了对新资源的需求，也降低了消费者的使用成本。如共享汽车和短租公寓等服务，可以减少个人对私有车辆和空置房屋的需求，从而有助于环保和经济节约。此外，共享经济还促进了就业和创新，它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机会，使得许多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能力提供服务。尤其是对于自由职业者和兼职工作者来说，共享经济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来源。同时，这种模式激发了新的商业思维和技术开发，推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然而，共享经济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弊端。从劳动权益的角度看，共享经济中的工作往往缺乏稳定性和福利保障，使得从事此类工作的人面临较大的经济和社会安全风险。此外，共享经济的发展有时会导致传统行业的冲击，例如出租车行业受到网约车的强烈竞争。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共享经济在带来便利和经济节约的同时，也要求用户在使用共享服务时更加注意隐私和安全问题。例如，在使用共享住宿时，用户需要考虑到住宿安全和个人信息的保护。综上所述，共享经济作为一种现代经济活动模式，正逐步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乃至社会交往的方式。它在带来便利和效益的同时，也提出了对传统规则和管理策略的挑战，需要在创新与规范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